一名中国战狼式发言人、前外交官高志凯竟在电视镜头前狂言，如果中国想用武力拿下台湾，我们今晚就能做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挡得住。这短短1分钟内最离谱的发言，让无数观众瞠目结舌。这不是演习，如此露骨的武统威胁究竟隐含什么意图？这番话曝光后，全球舆论一片哗然，各国媒体与网友纷纷热议，台海是否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还是这只是虚张声势的心理战？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让整件事更显得扑朔迷离。这番话出自澳洲知名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 Australia 的一次专访。在节目中，高志凯以一贯温文尔雅的语气说出极为强硬甚至疯狂的内容。他先是对澳洲总理冷嘲热讽，声称中国对澳洲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牛肉、龙虾等商品，你们就安心把龙虾卖到中国就好。言下之意，澳洲在中国眼中只是供应原料的角色，别妄谈政治影响力。然而紧接着，高志凯话锋一转，语出惊人的扬言，如果中国要动武统一台湾，我们今晚就能做到，没有任何国家挡得住。说这话时，他仍带着外交官式的客气微笑，但话语如同炸雷，震撼了所有听众。为了增强说服力，高志凯甚至当场展示了一段影片，中国最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灵巧地翻越障碍，舞动功夫、敏捷度远超常人。他暗示道，如果将这些机器人用于军事，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战力。它们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精密、更敏捷、更具适应力。高志凯语气笃定，仿佛在告诉观众，有了这样的高科技利器，中国军队将更加所向披靡。最后，他不忘以半劝诱半警告的口吻补充，这给了你们和中国合作的理由，而不是试图猜忌中国，因为中国不会被削弱，中国不会被欺负。短短1分钟内，高志凯从经济轻蔑到武力恫吓，再到科技炫耀，一气呵成，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狂的一次高能发言。这种充满侵略性的表态，是近年来所谓战狼外交的缩影。战狼一词取自中国一部高票房军事动作片，如今专指那些在国际场合咄咄逼人、张牙舞爪的中国外交官与代言人。高志凯虽已不在外交一线，但身为中共智库中国与全球化中心副主任，他在西方媒体上极为活跃，被视为北京对外传声的大外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背景不可小觑，曾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后，经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推荐赴耶鲁法学院深造，并在摩根士丹利、汇丰等国际机构任职。因此，他如今以流利英文在国际媒体上为中国辩护时颇具权威性。正因如此，当这位经验丰富的前外交官放话，今晚就能统一台湾并大秀机器人士兵时，即使在战狼外交的记录中，也称得上疯狂至极。值得注意的是，高志凯的发言虽疯狂，却绝非一时失言，他很可能是北京某种授意或默许下的演出。他虽非现职官员，但身份特殊，敢在国际镜头前讲出如此好战的言论，若非上意，岂敢逾矩？因此，这1分钟也被视作北京对外传递讯息的试探。那么，这讯息想让谁听见？意图何在？乍听今晚就能拿下台湾，许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难道北京真的准备立即动武了吗？战争是不是迫在眉睫？然而进一步分析便能看出，高志凯抛出这番狂妄言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战术，也就是所谓的认知战。换言之，他的目标不是在预告明天就开战，而是要操纵听众的心理预期，为北京争取战略上的优势。事实上，这并非高志凯首次发出类似声音。在中国内部的对谈节目中，高志凯也曾大放厥词，大陆如果坚持要统一，今天晚上就可以统一。他甚至呛声，一旦解放军接到命令，所谓台独分子将被一网打尽，插翅难飞，并冷笑反问，你往哪跑？你还想活吗？更夸张的是，他在另一场合毫无根据地声称，台湾有 10% 人口有日本血统，扬言统一后这些日本人必须效忠中国，否则就要被驱逐。他还赤裸宣称，统一与否不是台湾人民能决定的事，就算2300万台湾人每个人都反对统一，也改变不了大陆必统的决心。如此露骨的好战言语，几乎把中共对台政策中最强硬、
专横的想法摊在阳光下。在他看来，民意和人权皆可无视，只有北京的意志才算数。这一连串惊人言论看似疯狂，背后自有一套盘算。认知战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对手在心理上先行崩溃。高志凯们反复强调，解放军无人可挡，武力统一唾手可得，就是要在潜意识里动摇台湾民众和国际盟友的意志。他们想让台湾人产生还没开打就已经输了的绝望感，让协防台湾的潜在支持者产生出手也是徒劳的疑虑。这种兵不血刃先声夺人的策略，可说是古老孙子兵法在新时代的信息战延伸，不战而屈人之兵。北京深知台湾2300万人民绝大多数不愿被集权统治，正面进攻代价极高，因此他更倾向透过心理战削弱台湾的抵抗意志，希望有朝一日不战而胜。高志凯这类舆论先锋的角色，正是为了营造统一大势所趋，抵抗毫无意义的舆论氛围。他们的疯狂叫嚣是在为北京探路。如果一句今晚就能统一，能让台湾社会人心惶惶，让援台盟友意志动摇，那北京便赚到了。认知战成本低廉，只需动动嘴皮就可能撼动对方军心民心。北京当然乐此不疲，然而我们绝不能就此被唬住。高志凯把形势描绘得仿佛中国大军挥挥手就能横扫台湾，实则明显掩盖了许多现实难题。今晚就能统一台湾，听来气势逼人，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毫无可信度。如果台海真的开战，绝非高志凯口中那般中国单方面的轻松胜利，而更可能是整个亚太的浩劫与灾难。接下来我们就来拆穿这场战狼狂言背后的真实图景。假设某天夜里，北京当局疯狂到下达武力犯台的命令，高志凯口中的今晚拿下台湾真的能实现吗？几乎可以断言不可能。台湾不是孤立无援的孤岛，台湾海峡也不是解放军的私家泳池。一场对台湾的武装攻击势必演变成牵动全球局势的世界级危机。分析军事、地理和国际反应等层面，今晚统一台湾更像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军事角度看，要在一夜之间让数十万解放军渡海登陆并控制台湾，近乎天方夜谭。两岸相隔约130公里的台湾海峡看似不宽，但对登陆作战而言却是难以跨越的天险。历史上，跨海夺岛是公认最复杂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一方面需要压倒性的兵力与投送能力，另一方面还得防范海空变数以及登陆后遭遇的顽强抵抗。今日的台湾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而是经营多年的坚固堡垒。台湾军方拥有约18万现役部队，列装有爱国者防空飞弹、雄风反舰飞弹等先进武器，并布设了绵密的雷达预警系统和岸防火力。一旦战事爆发，全台超过200万后备人员也将动员投入保卫家园。解放军若企图闪电夺台，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同时瘫痪台湾的空防与指挥体系，摧毁主要机场港口，并让大批登陆部队乘船跨越海峡抢滩登陆。这哪是几个小时内能做到的事？的确，解放军近年实力大增，区域军力已相当强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上千枚各式导弹对准台湾，空军也具备歼击20隐形战机与轰 6K 轰炸机等新锐机种。高志凯扬言的今晚动手并非全然虚张声势，以解放军现有实力突然发起攻击，的确可能在最初数小时内对台湾造成严重破坏。可以想见，若北京下令开战，第一波攻击将极具规模，数百枚飞弹齐射台湾，试图摧毁雷达站、防空导弹基地、指挥中枢与通讯中心等关键目标。解放军大批战机与无人机扑向台湾上空，压制台湾的空中力量。沿海的火箭军部队还可能发射高速弹道导弹，重创台湾的军用跑道和港口码头，切断台湾对外联系。高志凯口中的今晚剧本，隐约指的就是这种经过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在夜幕下让台湾的防御网瞬间遭受沉重打击。然而，即便第一波奇袭得逞，也绝不意味着台湾就此投降沦陷。试问，台北如果一时失联，甚至少数领导高层罹难，难道2300万台湾人民会立刻举手投降吗？事实恰恰相反，台湾民众捍卫家园的决心绝不可小觑。一旦外敌入侵，
全民抵抗将是最自然的反应。就像2022年俄罗斯闪击乌克兰，虽然一度兵临基辅城下，但乌克兰人民没有被吓倒，反而奋起反击，令入侵者陷入泥淖。台湾作为成熟的民主社会，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丧失意志。更重要的是，一旦战火燃起，台湾军民将充分利用岛上的地形优势和基础设施进行顽强抵抗。台湾本岛山脉纵贯，丛林密布，西部都会区高楼密集，这些都利于防守方进行游击战和巷战。解放军即使突破海峡防线，在城镇中将面临逐街逐屋的巷战泥潭，在山区要遭遇熟悉环境的游击队奇袭。近年来，台湾全力推动重层下组，战略部署大量机动飞弹发射车，布设海底水雷和高速攻击艇，准备随时猎杀来犯的登陆舰队。解放军的运输舰队一旦在台海现身，立刻将成为台湾反舰飞弹的火把。即使少数部队登上台湾土地，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其后方海上运补线随时可能被台湾海空军切断，前方则是台湾军民设下的层层陷阱。美国有军事专家将台湾比喻为一只豪猪，意指台湾虽小却满身是刺，谁要吞下它都得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高志凯渲染的轻而易举，其实对解放军而言将是九死一生。此外，别忘了情报预警的作用。高志凯把今晚二字说得神乎其神，仿佛解放军真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发难。但在现代战争时代，要隐蔽如此大规模的进攻并不容易。美国的卫星监视系统，台湾自有的长城预警雷达和遍布沿岸的观测站，时刻在紧盯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任何异常的军力调动，例如大批登陆舰离港、野战部队向沿海集结，都可能被及时侦察到并预先发出警报。事实上，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演习动态屡屡见诸台湾媒体，民间军事迷透过卫星照片就能分析军港舰船出没、机场战机起降频率，可见解放军难有秘密可言。真正的奇袭或许只可能出现在飞弹齐发和网络攻击上，而要悄悄运送成建制的军队穿越海峡，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台湾平时就密切监控共军动向，一旦风吹草动，军民皆可迅速进入戒备状态，绝不会让敌人轻易偷袭得逞。归根结底，高志凯吹嘘没有任何国家挡得住中国，却回避了国际干预这个致命变数。台湾问题牵涉的不仅是两岸，而是美中两大强权及其盟友的角力。即使从最悲观的角度假设，解放军真能在短时间内重创台湾军力，美国和日本难道会袖手旁观？高志凯把美日完全排除在外的论调，本身就是在欺骗听众。实际上，美日绝不可能坐视中国武力并吞台湾而不干涉。美国虽长期对是否直接出兵保卫台湾保持战略模糊，但最近已趋向明确表态。美国总统拜登已4度公开表示，若中国入侵台湾，美军将协防台湾。虽然白宫官员事后淡化称这非政策改变，但拜登态度已前所未有的清晰。日本方面更是把台湾安危视同自身。前首相安倍晋三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现任日本政府亦大幅强化防卫力量，准备应对区域突发事态。这意味着，一旦台海开战，美日同盟极可能即刻介入。驻日美军和第7舰队的战机军舰将迅速投入战场，日本自卫队的 F-35 战机和潜艇也绝非虚设。可以预见，战端一开，台湾绝不会孤军奋战，美日两强的军事力量势必从四面八方赶来驰援。届时战场将不再局限于台湾岛，而会扩大到整个西太平洋、南海、东海，甚至中国本土的部分军事设施都可能卷入交火。短短几天内，亚太区域恐将战云密布，烽火连天，战局发展也将大大超出北京的预期和掌控。高志凯口中的今晚拿下台湾，届时恐怕变成今晚引爆世界大战。他的狂妄说辞，在这种多方角力的宏观图景下，显得尤为荒唐可笑。难道中国真能在对抗美日联军中轻松取胜，并同时控制住台湾？这种近乎幻想的自信，实在令人难以苟同。综上所述，武力犯台对中国来说绝非轻而易举，反而处处暗藏杀机。北京自己何尝不明白这一点？也正因如此，
中共当局至今虽不放弃武统选项，却始终不敢轻易开第一枪。高志凯满嘴今晚动手，但真要动手，哪还需要反复强调？某种程度上，他越是急于强调，越说明了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壮胆的口号。高志凯的狂言之所以令全球哗然，是因为所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台海一旦开战，将是全世界的噩梦。台海战争的影响绝不局限于两岸，而会全方位冲击全球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先看经济面，台湾占全球1半以上产能的半导体产业，若在战火中遭毁，全球高科技产业将陷入瘫痪。不仅智慧手机、电脑会断货，连汽车、工业机械、医疗设备等各领域都会因晶片短缺而停摆。战争还会瘫痪全球航运。台湾周边海域是东亚通往全球的关键航线，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商船通过。一旦台海成为战区，这些航道将被迫改道绕行，全球供应链势必遭受重击。日本30日联银行的研究指出，若台海爆发战争，全球 GDP 中期内恐减少 5% 至 10%， 相当于损失约10兆美元。如此毁灭性的经济冲击将远超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即便未演变成全面战争，只是局部的封锁或小规模摩擦，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油价、粮价将飞涨，股市和汇市剧烈震荡，各国通胀恶化，经济衰退，普罗百姓的生活都会大受影响。再看人道面，台湾人口密集，一旦开战，平民死伤恐怕难以避免。若战事持久，还可能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台湾居民可能搭乘船只涌向日本、菲律宾等邻近国家，造成周边地区的人道危机。战火中断水电供应，医疗系统过载，更会让岛内居民陷入极大困境。此外，台湾设有多座核电厂与大型化工设施，一旦在交战中受损，可能引发辐射外泄或有毒物质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影响将扩及整个东亚地区。最令世界担忧的是安全面，台海战争极可能迅速升级为核大国对抗的危局。一旦美军介入，中美正面交锋，人类将面临2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核战阴影。美中虽都不愿率先动用核武，但随战事升级，任何一方若陷入绝境，都存在诉诸终极手段的风险。假如解放军迟迟攻不下台湾，会否疯狂到对美日同盟出动战略武器？假如美军在西太平洋遭受重大挫败，又会否考虑对中国本土进行毁灭性打击？这些极端场景虽属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就是文明的终局。即使不到核战那一步，中美直接开战也足以重塑全球格局，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权威荡然无存，新的冷战乃至热战可能在世界多处上演，人类将长期笼罩在不安与对立之中。正因为台海战争的后果如此可怕，高志凯的大话才格外引人警醒。各国政府现在无不绷紧神经，把台海视作全球最可能引爆的大规模冲突来防范。这次高志凯的言论更让许多人惊觉，中国内部的鹰派声音如此肆无忌惮，台海和平确实面临重大威胁。全球舆论的强烈反应也反映了各国民众对此议题的关注和担忧。有人对中国高层幕僚的好战态度感到震惊，有人则嘲讽高志凯是在吹牛不上税。但无论评价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战狼的叫声已经唤起世界更高度的戒备。讽刺的是，高志凯的狠话本想吓倒他人，却可能适得其反，他促使更多国家加快备战脚步。就在这段访谈播出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扩张的警惕已达到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强化军备，以防范最坏情境。以澳洲为例，这个人口2600万的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整军备。澳洲国防部长在节目中坦诚，我们正处于2战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他毫不讳言，中国军事能力的增长已明确改变我们的战略环境。因此，澳洲近年来做出多项惊人决策，加入美英 AUKUS 安全同盟，斥资巨额引进核动力前舰技术，耗费约新台币300亿元，相当于30亿澳元，购买一整套 AI 自主水下无人潜艇和空中无人机系统。另外投入数倍预算增购长城飞弹、防空系统，并允许美军在澳洲本土轮驻重型轰炸机和导弹部队。
澳洲过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强国，但面临一个14亿人口且造舰速度据称是美国200多倍的潜在对手，他们毅然决定武装自己到牙齿。高志凯也许没料到，他在镜头前炫耀中国机器人之际，澳洲早已在构筑自己的钢铁长城。放眼整个亚太乃至全球，类似的备战步伐此起彼落。日本决定未来5年将国防预算增加1倍，创下二战后之最，用于购买美制战斧巡弋飞弹，增设反舰与防空飞弹部队等，目的明确指向防范中国。同时，日本计划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及其他先岛诸岛部署飞弹和电子作战单位，以强化第一线下阻力量。韩国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变化，在美韩同盟框架下进行战备规划，避免在台海危机中陷入措手不及。菲律宾于2023年大幅扩大与美军的基地合作，新增4处基地供美军使用，位置显然考虑到台海冲突的潜在需求。印度则与美、日、澳加强四方安全对话 QUAD， 试图在印太形成战略合力。一旦东亚有变，印度至少可以在印度洋牵制中国海军。除此之外，欧洲各国也逐渐转变对中国的态度。北约在2022年首次将中国称为系统性挑战，明确表示台海和平符合西方共同利益。英、法等国近年来派出军舰巡航亚太，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区域稳定的关注。德国也计划派遣军舰并定期参与印太军演，不再让安全议题只局限于欧洲。过去许多欧洲国家对台海问题保持距离，如今则开始评估万一冲突发生时自身的角色与应对。可以说，高志凯们的战狼叫嚣只会加深全球对中国的疑虑，反而促成围堵中国的国际阵线。作为风暴核心的台湾，更是在全力备战，不让自己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近年来，台湾社会大幅提升国防意识，政府投入巨额预算军购和军备研发，务求增强自我防卫与下阻能力。蔡英文政府将义务役从4个月恢复延长为1年，明确宣示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保卫家园，是每个世代青年的责任。台湾的年度国防支出也逐年攀升，2024年更创下新高，占 GDP 比重渐近 3%。台湾军方大量采购美国新式武器，包括 F-16V 战斗机、M1A2 主力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鱼叉反舰飞弹等，持续更新装备，强化火力。同时，台湾也积极推动国防自主，自行研制各类飞弹和舰艇。例如，台湾以量产射程覆盖中国沿海军事目标的雄升巡弋飞弹，以及以高速突击舰艇为目标设计的雄3超音速反舰飞弹。台湾自制的沱江级逆踪飞弹巡逻舰素有航母杀手之称，可在沿海游击突袭大型舰艇。更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秘密研发的首艘国造潜舰即将下水，未来若顺利服役，将大幅提升台湾的水下战力。这些努力都在传达一个讯息：台湾正竭尽全力做好准备，绝不会坐以待毙。除了硬体建设，台湾也强化全民防卫和国际合作。政府发布了全民防卫动员手册，指导民众在战时如何避难与协助。每年举行全国性防空演习，提高民众危机意识。民间更出现各种自发性团体，教授平民急救、射击、野外求生等技能，以建立基本的全民防卫力量。外交上，台湾争取到美日等国更多的政治支持和安全承诺。美国国会通过多项友台法案，加速对台军售，甚至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台湾训练。日本政府则与台湾建立准官方的安全对话管道，以便紧急状况时互通情报，协调行动。所有这些都表明台湾与其盟友已在未雨绸缪，务求将北京可能的误判与冒进降到最低。在台湾内部，高志凯这种露骨威胁也产生了一个效果，那就是进一步唤醒民众自助者天助的信念。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认识到，面对虎视眈眈的威权政权，只有靠自己强大才能守护家园。因此，以往可能不关心政治和国防的人，如今也开始热议后备动员、城市防卫等话题。不论朝野政党，在抵抗侵略这点上其实立场一致。毕竟，对任何热爱台湾的人而言，守护家园是天经地义。高志凯的话在台湾不仅没让人胆怯，反而给社会上了一堂课。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
我们绝不能有丝毫松懈。不可否认，高志凯的言论代表了北京内部最强硬派的一种声音。对中共当局而言，台湾问题不仅涉及领土主权，更攸关政权合法性和民族复兴梦想。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强调，台湾问题不能世世代代拖下去，将解决台湾问题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在中共的时间表中，2049年见证100年前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一个象征性的目标。因此，他们认定两岸统一终将发生，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然而，北京在叫嚣武统的同时，内心其实相当谨慎。就如前文所述，对中国来说，武力攻台存在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旦失败将动摇中共政权根基。正因如此，北京当前对台策略更像是备而不用，以下止战。他们一方面加紧军事现代化，为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但另一方面也希望尽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透过恫吓与利诱，让台湾在心理上先行投降。高志凯们的战狼叫嚣，正是服务于后一个目的，用声势逼人，逼到台湾不战自降最好，不行也可伪将来开战，制造舆论合理性。目前两岸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动态平衡，北京不放弃武力选项，但短期内不敢轻启战端；台湾拒绝一国两制，但也谨慎不踏出法理台独的红线一步。美国则在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之间游走，既暗示会协防台湾，又避免过度刺激北京。各方像是在火药桶旁拔河，谁都不松手，但绳子却越拉越紧，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危机。北京最明确的红线是台湾走向法理独立，例如修改国号、修改宪法明文宣告独立。中共透过反分裂国家法警告，若出现这种情况，将不惜以武力为手段，而台湾各界也充分理解这点。尽管民意倾向维持实质独立自主，却避免在法律层面挑战北京底线，以免给予对方开战借口。同时，北京也把外国军队驻扎台湾视为不能容忍的挑衅。如果美国或日本试图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中方亦可能认定现状被打破而铤而走险。种种迹象显示，台海和平依赖于各方对红线的克制和维持现状的默契。然而，随着中国军力日益增强，民族主义高涨，这种平衡正变得日趋脆弱。北京强硬派的自信心与日俱增，他们可能误判以为有能力速战速决。台湾则因为民主防线的重要性被全球更加重视，而更坚定捍卫自己。美国为维护自身领导地位，也不容许中共以武力改变现状。整体来看，台海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高志凯疯狂的1分钟，恰恰暴露了北京强硬派的底色。他们从未打算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只相信强权逻辑。对台湾人而言，这也是一记警钟。与其对侵略者存丝毫幻想，不如早做准备。在强权的算盘中，和平从来不是靠祈求得来的，而是靠实力换来的。台湾必须坚定自强，同时联合国际友人，共同维护这得来不易的和平缓冲。一旦北京认清武力冒险只会招致失败而非成功，也许才真能打消铤而走险的念头。纵观整件事，高志凯那疯狂的1分钟既令人后怕，也令人警醒。他让更多人认清一个事实，台海危机不再只是抽象议题，而是实实在在逼近的严峻现实。战狼的狂吠也许包含虚张声势的成分，但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地认为它永远只会是口头叫嚣。不怕1万，只怕万一。假如有朝一日北京误判形势，真的按照高志凯们的疯话行事，整个世界都将陷入灾难。古语有云，勿视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意思是不要寄望敌人永远不来侵犯，而要确保自己随时做好准备。对台湾和所有珍视和平民主的国家来说，这都是当前的至理名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卫，同时紧密与理念相同的盟友合作，以强大的实力来下阻战争。唯有让潜在侵略者明白，武力冒险绝无可能轻易得逞，反而会自取灭亡，战争才能止于未发。反之，若因害怕战狼叫嚣就选择退让，那只会助长侵略野心，引狼真的入室。高志凯也许以为一声狼来了就能吓散所有人，然而现在的局面是，
村民们已经握紧了手中的长矛和火把，并没有被狼的叫声吓倒。战狼叫得越凶，人们反而越明白必须团结自强，共同抗狼。最后，我们仍然希望最黑暗的剧本永远不要上演，希望今晚拿下台湾这类狂语永远停留在战狼们自我陶醉的幻想中。但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与决心之上，我们不挑衅也不畏惧，以理性但坚定的态度备战防御，才能确保狼真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场风波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和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靠守护者们用勇气与力量维持。高志凯最离谱的1分钟，让世人看清了战狼外交的真面目：自大、霸道，毫不掩饰对自由民主的敌意。我们索性也更加看清自己的使命，不畏强权，守护家园。在战狼咆哮之时，我们当以更响亮的声音回应，我们将坚守自由的堡垒，不容侵犯。当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一致，毫不退缩，战狼终将发现自己才是应该感到害怕的那一方。让疯狂止于理性，让战争止于下诅，这就是对高志凯们最有力的回击，也是我们守护和平的最佳途径。